这边，嗨。兄弟，是服务员先发现的，一共2个，男的还没有断气，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。这打呼噜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叫醒。这2个人一直住在这儿吗？就男的在这儿住，已经有2个月了。那女的老来找他。请把这房间开一下。同志，同志，你这干嘛呀？正睡觉呢。同志，同志。干嘛呀？是谁呀？你让我老师睡觉。这么大动静你也睡得着啊？我是警察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动静？昨天晚上怎么外头出事了？杀人了？请回答我的问题。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一男的哭哭啼啼的，嚷嚷什么？嚷嚷什么？我爱你。怎么样？估计是氰化物中毒死亡，死亡时间是在9个小时之前。准确的结果要等回去才能知道。镊子。情杀，绝对是情杀，你信吗？算命先生啊，你是张口就来。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，你们俩有功夫在这瞎猜，不如找小区保安了解一下情况。半仙儿走。昨天晚上的时候，这女的被一辆车送进来，对，就这辆。之后就再也没见她出去。车里边还有什么人？没看清，开车的好像是一个男的。这个车等了多久离开的？就一会儿，挺快的。车主已经查出来，是腾越公司老板，叫吴刚。那女的是他秘书，叫张慧慧。我们已经查了小区所有进出车辆记录，和那女的有关的就是这辆车。据保安回忆，车里除了司机女的，还有另外一个男的在里边。陈队，
死者不抽烟，现场采集的烟头应该马上进行化验分析。另外，房间里发现3个人的脚印，除了死者，另外2个应该是男性，青壮年，身高不超过1.8米。你们2个现在就赶到腾越公司进行排查。是。他醒了。王梅呢？王梅呢？她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。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她是你女朋友？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起。是谁要把你们俩分开？没有人比我生了自己。我以后再也不干了，不干了。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过日子？你耐得住寂寞吗？嘴里一套，心里一套，我还不知道你。还不相信我？好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您2位是京山市公安局的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张慧慧是你的秘书吧？是啊。昨天晚上她被人杀死在家里。啊？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他的死跟我真的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据我们调查，昨天晚上你的车到过他的小区。对啊。那你还说不知道？就，王梅先从老家来的这儿，背着刘洋去干3陪挣钱，被刘洋发现以后，提出要跟王梅闹分手。王梅为了表达真情而服毒自杀。这刘洋是干什么的？是个诗人。哦，诗人。哎，安眠药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他姐姐那儿的，他姐姐在医院工作，他长期失眠。据说这些搞艺术的都有点神经质，另外感情还特别容易冲动。从现场来看，现场既无打斗痕迹，死者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。从表象上说，像是殉情。如果说他们俩一块儿殉情，那为什么王梅服的是氰化钾，而刘洋却吃的是安眠药呢？还有，王梅在死亡之前手机还在充电，根本没有结束生命的意思。宋队，哎，王梅的尸检报告。哎，宋队，我建议你去洗浴中心查查，没准有更多的线索。
嘿，胆子够大的啊！给队长派活。送张慧慧回家是几点钟？大概晚上7点多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我把她送进房间，马上就离开了。马上吗？我又上头坐了一会儿，大概10几分钟。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么问你，问你是想给你机会。我有一条件，希望你们能替我保密。吴经理，你是生意人，可我不是，法律是不能讨价还价的。张慧慧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我看她人还可以，自然就对她好一些。她又很聪明，这一来二去呢，可后来她就变了，要条件，要钱，还逼我离婚。说心里话，我确实有点烦她，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要杀她，真的。什么秘书，整个就是一个吴刚的情人。哎，以我多年的作案经验来看，肯定是吴刚干的，一定是张慧慧影响到了吴刚的家庭，吴刚想甩不掉，哼，结果痛下了杀手。林欢，我发现你真挺聪明啊，终于看出来了。我继续跟你说啊，这案子啊是失聪的聪，明是失明的明，聪明。行，那咱俩就等化验结果。化验结果一出来，你就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了。你好，通知赵总，有人找他。请问你贵姓啊？姓宋。请稍等。你好，赵总在吗？啊，谢谢。宋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出去了。哎，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先生好，不能进去。来，请，这王梅啊，已经几天没来上班了，她不是我们正式员工，所以啊，我们也没管她。她怎么了？他死了。他死了？赵总，你的员工已经出了人命了，你还老躲着我，像话吗你？哎呦，我错了，宋哥，您放心，我全力配合。哎，您瞧台阶啊啊！哎，您慢点啊！哎啊！王梅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？哎呦，这我可就不清楚了。他呀，净招惹外边的人，跟我们的员工啊不怎么来往。那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？你等一下啊。哎，小齐，来。那个王梅平时跟谁关系不错啊？有一个叫赵小兰的，他们俩好。我能见见吗？你还不赶紧领他来？可赵小兰已经辞职不干了。辞职？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。喂，是我。我再提供一个信息给你，王梅服的氰化钾里面有一些芝麻糊，她的包里也有，是混在一起的。明白了。哎，哪个是赵小兰的床啊？这个就是赵小兰的床。
这什么？这芝麻糊，赵小兰每天早上都喝。他在本市有什么亲戚吗？有一个姨妈在南城。我说烟头上的唾液是吴刚的吧？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，因为吴刚自己也承认他到过现场。那么现场遗留的脚印、指纹还有烟头，他们的证据力量就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。现在关键是要找到凶器。凶器是肯定要找的，可我们也要先确定嫌疑人，然后围绕他去找啊。法医鉴定，死者为钝器所伤，而且凶手有可能习惯左手。吴刚好像不是左撇子吧？莲花，把你烟借我。啊？烟？哦，你抽啊？传那个姓赵的司机。我就知道你们得找我。哎，谢谢。说实话，你们就是不找我，我也想写封匿名信给你们。为什么？我早就知道我们老板和张慧慧有问题，他们总是背着人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，而且还有贪污行为。我们可是个国营的企业。那天晚上你上去了吗？上去了，我每次都上去蹭杯饮料喝喝，然后我就下楼等他去了。来，谢谢啊。我觉着我们吴总有些不对劲儿，昨天被你们提审完回去以后，就再也没敢出来，而且情绪特别不好。是吗？感谢你的合作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谢谢，再见。陈队，这两个人的足迹取样了吗？取过了，和现场发现的完全一致，这没问题。可这凶手跑不出这两个人。我和王梅一直都是最好的，我是不可能害她的。害没害他，光说没有用，你得把我们给说相信了。她的男朋友叫刘洋，特看不上王梅是搞按摩的，两个人经常为这个打架。王梅回来就哭，跟我说刘洋拿着她挣的钱，还老想着甩她。后来我就给王梅出了个主意，让她装死吓刘洋。芝麻糊。我让他骗刘洋说那是毒药，当着他的面吃下去，我想刘洋经这么一下就会好了。那芝麻糊从哪买的？就门口的超市。就没往里面放点别的吗？老天作证，我买回来了就没有再动过。那你没动过，怎么变成纸包了？那是为了把包装改一下，不让刘洋看出来那是芝麻糊。你们两个在食堂的时候，还有谁在你们的身边？没有谁了。哎呀，我还真没注意啊。唉，都怪我出的这个馊主意，
这下完了，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宋哥，能打听一下吗？你们这案子到底查的怎么样了？哎，赵总啊，你到底想问什么呀？哎，看着你们这儿挺眼熟的，我原来来过吗？瞧宋哥说的。张慧慧这事儿是，本来呢是有个宴会，结果她说她很不舒服，我就赶紧送她回家了。张师傅，您下楼以后一直在车里坐着？对，一直在车里。没看见什么人上去过？没有。我们推断，案发时间是在你们走后的1个小时。这样案子不一定，咱们得单独谈。离开他家之后，你又去什么地方了？我回家了。再也没有出去过？我回家好像没再出去过。好，谢谢。王梅当着你的面服毒，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？他一下把药全吃到嘴里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我们说好了，要死一块儿死，谁也不把谁落下。见他要死，我也不想活了。王梅没有和你住在一起吗？平时我们不住在一起。那天他说是有要紧的事情才去我那儿，没想到他一直在瞒着我。他说在这里有份体面的工作，还给我寄钱，让我安心写诗。我因为不放心才过来找他，没想到他竟然……他从老家出来就一直干这个吗？不是，他原本是干收银员的。他说他干上这个是因为钱不够，怕我不够用。我不会原谅他，他想用他圣洁的身体换取我高贵的精神，太可怕了。一个女人一旦向黑暗迈出了第一步，她就不会再珍惜自己，更控制不了自己罪恶的脚步。她一直在骗我，骗我。谁都可以埋怨他，可唯独你不能。你说想进这个小区，又不能让保安看见，怎么办？那我会找崂山道士穿墙啊。走。绿色是吴刚的，黄色是司机的。
停这儿干嘛？这鱼特娇贵，温度一变就会死。要是水里有不该有的东西呢？死。现场检测。拿着。哟，宋队，您可来了！哎，今儿我可要单请你洗一回啊！算了吧，哎，我可是认真的啊，有你们在，我这地方开着也放心呐。哎，不说别的啊，就这2天您在这儿转悠啊，上这儿找事儿的人都少了。有那么神吗？哎呦，瞧您说的，您的名号谁不知道啊？您可不是一般的警察呀！您要是跺跺脚，什么虫不乖乖的爬出来呀？行啊你，就靠这张嘴了吧？哎，怎么样？啊，这个比那麻四儿那会儿大变样了。那事儿出了以后啊，停业了一段，我们全部都重新装修了一下。你当然认不出来了呀！啊，咱们呀边洗边聊，咱这儿啊绝对没有那种不正当的玩意儿啊！来，宋队。这麻四儿当年够威风的啊，一大帮子打手，还养了一批小姐，好像还有4条狼狗吧？哟，您记性真好。这是再威风，能威风过咱政府去？几年了？该出来了吧？5年。前一阵子我还去看过他，说在里边表现好，下半年差不多了。哎，他还让我问您好呢。哎，这地方跟他没关系，早就没关系了。这是我跟几个兄弟联手经营的，咱们绝对合法经营。那个王梅，在你们都干什么呀？没干什么，也就是按摩。咱们争着。这就是赵总的办公室啊。您瞧我这办公室够小的吧？不错呀，不铺张浪费，比麻四儿那个时候强多了。你怎么拿我跟他比呀？他是犯罪分子，改造对象，我是守法公民，纳税人。桌子不错啊。哎呦，不是实木的。赵小兰，我们想帮你，现在呢有些问题呢，也想让你帮我们解决，明白吗？王梅除了干3陪以外，还干过什么？收银员。干了多长时间？半年多吧。为什么不干了呢？他跟我说过，其实他挺喜欢干收银员的。后来，赵经理找了个外甥女把他给顶了，王梅挺生气的。私下里跟我说，赵经理私下里有猫腻，说如果把他逼急了，等大老板出来，告诉大老板去。他说的大老板是谁？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听说有这么个人，好像现在被你们抓住了，在监狱里呢，过一阵子会出来吧。装监视器的事儿知道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挺不习惯的。可是我们一想，可能是赵经理怕我们偷懒。后来时间长了，也就习惯了。都哪些地方装了监视器，清楚吗？过道、更衣间、收银台，
还有前厅吧。食堂装了吗？这我倒没注意。偷情跑这么长时间了，能查出来吗？理论上查不出来，不过只要有一点希望，就得试。慢慢。看到了，可是不很清晰，加色强化。马上闭嘴。好的。怎么样，行吗？那你另请高明。别这么咄咄逼人，行不行？体重倒没变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哪里？什么时候想来，敲个电话，咱们全套服务。到你们这儿洗澡，洗上瘾了。哎呀，我明白，我全明白。咱们警察也是人不是？像你们这样出生入死的啊，泡个热水澡那也是应该的。作为我们呢，那就应该免费的、无微不至的为你们这些最可爱的人服务，不是？请你告诉马 Sir， 我不会白洗他的澡。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！咱们这早就跟他划清界限了。我们赵总待会儿才能出来，您在门口等一下吧。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吧？你要是真让我在门口等的话，你就不怕挨骂？对不起，那我马上去通报一下。好，那我就在这儿等了。哎。吴刚来电话说，那个姓赵的司机跑了。什么时候？刚刚开那辆车跑的。马上实施堵截。是。宋队，咱们今儿一定得来个韩式松吴，怎么样？啊，哎，你看你每次来都这么客气。办公室有人找你，是个女的，说是您熟人。熟人？姓什么？他没说。宋哥，你看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哎，别，赵总，咱们还没谈完呢，就2句。来，坐。哎，赵经理啊。人呢？跟才还在啊。
我在那枚残缺的指纹里发现了极其微量的啫喱水的成分，也就是说，凶犯在用哑铃行凶之前，很短的时间内接触过啫喱水。说吧，为什么杀张慧慧？我和张慧慧是老乡，是我把她介绍给了吴刚，可是她认识吴刚以后，就跟我翻脸不认人了。我们干司机的，看着老板吃香的喝辣的，也只能跟在后边。张慧慧，我就更碰不上了。本来那天晚上，我想回去再找她谈谈，可她一见我就骂我，我一怒之下，跟她动起手来了。先开始也是推推搡搡，后来一失手就把她给……是失手吗？你把吴刚送走之后，你是翻墙跳进的小区，你根本就是蓄意杀人。我还是想知道，你们怎么查到是我干的？只要作案，总会留下什么。芝麻糊里的有毒成分是氰化钾。行动！赵总，我说过，我是不会白洗你的澡。待会儿啊，我给你点芝麻糊，你就骗莲儿说那是毒药，当着他的面吃下去，也许他的迷下就会好了。嗯，好。带走，走。我们在外边拼命的挣钱，可都是给麻四儿挣的。我不平衡，所以我就开始挪钱。王梅是干收银员的，可这丫头特别有心计，每天的流水她都记着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想着怎么才能封住这丫头的嘴。后来，我让我外甥女儿干上收银员，想把她轰走。可是她又经常找我借钱，每次都5、6千。我知道，她这不是跟我借钱，她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。我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能让这个小丫头把我给练了。后来，我就问一句我不该问的：你从这儿出去以后，准备怎么办？还继续做你的诗人吗？我要离开。我恨这个城市。其实你最该恨的是你自己。兄弟，这你可得感谢我。只要一来租房的人，我就跟他们说这房里死过人，他们立刻就退房了。这旅馆对我一点打极了。
真的不行了的时候，你如何拯救自己？你是一头困兽，不是被困于囚笼，而是被困于你。我宁愿陶醉于幻想，陶醉于这美丽的梦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